那么有些人是比较喜欢重视修福报的，做慈善事业的；有些人喜欢修止观，有些人喜欢研究教理。这各式各样的人都是净土宗的修学者。但是净土宗它有2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你违背了这2个原则，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了。净土法门的2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把这个唯识学的教理跟净土中的念佛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轻松式的研讨做一些互动。首先我们先谈一谈净土中的念佛法门。其实我们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净土中的念佛是很多元化的，不管是台湾，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其他地方那么有些人是比较喜欢重视修福报的，做慈善事业的；有些人喜欢修止观，有些人喜欢研究教理。这各式各样的人都是净土中的修学者。但是净土中它有2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你违背了这2个原则，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了。也就是说，你的过程可以多元化，但是你的心态它有2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你要好要净土；第二个，你要尊重名号。如果你对来生的规划你不喜欢到净土去，那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了。因为净土法门它一定是要在生命的规划，它要做一些改变的。你一定要远离娑婆世界的轮回，而到净土的环境去去亲近十方诸佛的。所以净土法门它第一个规矩就是你的来生的规划必须要设定往生净土，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不管你佛号念多少，你可能一天只有念100句佛号，这都没关系。但是你心态上要尊重这句佛号。如果你今天不尊重这句佛号，你也没有资格叫净土法门，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他力摄受的法门，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我们之所以往生净土，没有一种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的生命的力量，不是，是来自于阿弥陀佛48种的本愿的摄受。我们只做了一件事情而已，我们成功的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启动了，叫做感应道交。后续的工作都是弥陀对我们的加持摄受。所以你今天你可以少念佛号，这个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尊重这句佛号，你就不是净土法门了。所以净土法门它过程是可以多元化的，但是它的会规是非常严格的。号要净土，尊重名号，叫做顺从本愿，这2个规矩是不能动摇的。
那么这是净土宗的这个宗派的特色啊。唯识学的特色是什么呢？那我们来谈谈我们前段时间谈的唯识学。唯识学也有它的特色。唯识学它把生命的一个理论他认为所有的外在的环境是你的内心变现的，所以你内心是决定了外在的环境，而不是外在的环境去决定你。这跟我们一般的思考是有点冲突的。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痛苦归咎说，因为有人刺激我了，有这个环境伤害到我了，所以我痛苦了。这是我们一般的凡夫的思考。但是唯识学是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你外在的环境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你要自我反省。当然也可能不是你今生的因缘变现，可能是你前生的你变现出来，你前生的思想有问题。因为他的思想是相续的。所以唯识学他很重视内心的一种思想改造。所以唯识学它的整个唯识的思想，它虽然安立的八识祖师把它汇成3类，第8识的易熟，第7识的思量自我意识，跟第6意识的思考能力了别。但是呢，其实整个唯识学的重点是2个重点，一个是管的业力的阿赖耶识，第二个是管的思想的第6意识，这2个。所以认为我们的生命只有2种情况，第一个来自外境的业力。如果你今生活得很快乐，其实跟你的今生没有太大关系，你也不要太得意，不是你今生的努力做成的，是前生的你做的善事，你要感谢前生的你。我们今天吃到的稻米可能是去年种下去的，你只是去摘果实而已。所以你今生的快乐跟你今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是你有一个美好的过去当然如果你今生相对痛苦，这也不能怪今生的你，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你前生做的错事。所以唯识学对于业力这一块我们从唯识的整个学习来看，他把业力这一块判作依他起行。他认为依他起没有好也没有坏，没有对错，它只是一种快乐跟痛苦的感受而已。其实人生本来是很单纯，就是快乐跟本来业力在释放的时候，它只给你2种相貌，就是快乐跟痛苦。但是我们的第6意识是很复杂的，这个思想很复杂，就把快乐跟痛苦就转化成很复杂的人生成败得失，荣华富贵贫穷下贱，就安立了很多很多的名言出来。从唯识的角度，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完全就是在观这个人生的时候，他在破第6意识的骗气词，你的错误的思想。我们看唯识学，我们一路走来，我们学了16堂课，我们看不出佛陀对业力这一块有任何的评论，没有。佛陀只告诉我们业力这一块认命随缘，因为它总会过去的。你今天跟业力计较，你只有越陷越深了。处理业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处理，不要去动它，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业。凡是想要处理业力的人，后果就是更糟糕，因为业力它带动了另外一个业力，
因为你陷入了阿赖耶识的业海，你就没办法脱身了。尤其是净土宗的人，千万不要去碰业力这一块，你弄不过他的。你不要奢望用你今生几十年的时间去处理你无量劫来留下的业力，你最好不要这样想，你最好不要不自量力。所以佛法告诉我们，阿赖耶识这个业力轻轻的走过去就好，不迷不取不动，这是最好的处理。如果你够聪明的话，不要去碰业力这一块，不要去计较业力，因为你去碰业力，业力会就像蜘蛛网一样，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你会带动另外一个业力。这个阿赖耶识你越搅动它，它就越没完没了了。所以学过唯识的人都知道，面对业力就是不动，不迷不取不动。凡是你今生所碰到的人跟事这一块业力，它都是一个既成的事实，已经是一个种子而变现的一个果报，是很难改变的。你要把精神体力用在改变你的思想，来生是可以期待的。在你死亡到来之前，你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你的来生，这是你应该把握的。所以从唯识的角度，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从唯识的角度，就是你要放弃今生，要把生命放到创造来生这一块。唯识的角度教义是这样子的，你要培养一个美好的思想，去开创来生，因为今生已经是不可期待的，就是说它已经变成水果了。但是你的思想，它就是一个种子的酝酿。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一个有智慧的觉悟的菩萨呢，他很重视他的起心动念，就是说别人对我怎么样，这个我不管，对我好那是我的业力，对我不好也是我的业力。但是我怎么去面对人生，我的思想，我起心动念，这是一个新的业种，它影响到我的来生了。我们人生的最大的挫败就是我们花太多时间去处理已经成就事实的水果，而忽略了去开创来生这一块。所以唯识学它很重视你的第六意识思想改造。我们怎么把唯识学跟念佛法门结合？一，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把唯识学跟念佛法门结合。其实唯识学跟净土宗关系是很密切的。净土宗它强调好要净土，皈依弥陀，是吧？这两块也是思想。其实净土宗在所有宗派里面，它最有关系的就是唯识跟天台这两块，它也重视思想。何以见得？看蕅益大师的《弥陀要解》就知道。蕅益大师在前言第一句话讲到：往生与否，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在持名之浅深。就是你今天会不会往生，完全是你的思想，你的心理素质。至于你往生以后，你的品位是上品、中品、下品，那就是你的业力了。你修了多少福报，你的善业力有多少。所以净土宗它是强调随念往生它不是随业
啊。所以也就是说，你今生是不是往生，跟你对净土的好要、对名号的皈依这种思想建立起来没有？那么其实从思想，所以唯识学是重思想，重第六意识的思考，净土中也重视思想。净土中的修学重思想而轻业力，当然你不能造重大的业力，因为你造了重大的业力，临终你很难受的。你业障现前的时候，你很难保持正念的。所以净土中的业力是誓断一切恶，但是对于修善度众生这一块不是非常强调，随缘就可以了。但是对断恶他也是很强调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学了唯识以后，你善用第六意识啊，对净土中是很大帮助的。好，那怎么样把唯识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思考模式，把它应用到净土中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了。第一个，我们可以归纳成一种信仰式的念佛。从唯识的角度，思想的改造，第一个就是改造你的信仰。你信仰不改变，你的思考模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思想，就是贪念娑婆，不要净土。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我们对娑婆世界啊，太过于贪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娑婆世界的真相。不要净土，虽然十方诸佛都苦口婆心的创造很多美好的世界等我们去，但是我们谁也不想去。所以这两种信仰你不改变，你净土法门就没办法走下去了啊。所以唯识学的它就是名言，你要建立一套新的名言分别。我们以前的思想啊，是活在自己的妄想，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可能小时候曾经有一些什么生活经验，有遇到某种人，碰到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的心取到一个影像，这个影像可能给你极度的快乐，也可能给你极度的痛苦，总之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感受，然后你这个影像就把它牢牢的给 catch 抓住不放，就是心有所住。那么这个影像呢，就影响你的信仰。所以我们一般人很少很平静的看外在的世界，很少。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可能是你前身累积很多的影像，这个影像会给你一些概念的。所以我们就是心随妄转，我们宁可相信我们心中的影像，这种片段的不全面的影像，给我们很大的误导。我们怎么把唯识学跟念佛法门结合？二，比方说娑婆世界，诸位认为娑婆世界是如此美好吗？当然它也有美好的一面，但是总项来说，它痛苦多于快乐，这是事实。只是我们今天在付出痛苦的时候，我们心中总是存着这个痛苦可以给我们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痛苦呢，我们愿意去忍受。你从小的读书、工作，其实我们付出很多身心的痛苦、辛劳注意求实苦，追求的时候辛劳，得时多不为，得到的时候
你心中也是战战兢兢的，你很怕失掉。就算失掉了，你就失时怀忧恼，所以一切无乐时。所以娑婆世界，它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于一种不安稳。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的，说实在的，因为你知道这个快乐是不坚固的。就算你今生不会失掉，你死亡到来的时候，你要全部的破坏。所以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我们今生在这里投胎，好不容易把环境适应了，结果死掉以后，业力把你飘到非洲去了甚至你造的罪业，业力把你带到蚂蚁的火爆去了。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轮回，我们永远在适应环境。好不容易做一个蚂蚁我也习惯了，死掉了，来生变成一只狗所以你就是说生死疲劳你就是一种，你只要不能开轮回，你人生永远没有安全感。娑婆世界没有安全感这回事因为它是一个无常动荡的环境。因为你大环境是动荡的，你就不可能安静下来。这就是佛陀要我们离开轮回的原因，因为你太没有安全感了。所以我们以前对娑婆世界的号要是错误的理解。我们看到的娑婆世界的片段，可能你看到的娑婆世界某一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你喜欢的娑婆世界，你愿意继续轮回。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你看到的美好的人世只是一小片段而已，你没有看到娑婆世界的全貌，所以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佛陀出世以后呢，当然第一个讲到苦地，它的第一个就是无常。娑婆世界对我们的伤害来自于佛陀说的欺狂性，他老是欺骗我们。你看魔术师，佛陀经常用如梦幻泡影，这个魔术师一下子变成一个兔子，兔子变久也就习惯了，这个兔子没了，现在变成一只猫所以它就是一种变化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第一个改造我们的一种贪恋娑婆的信仰，你必须告诉你自己，娑婆世界不是一个很好的安住处那么这是第一个，远离娑婆第二个，心求极乐。我们离开了娑婆世界应该去哪里呢？所以我们就必须对净土有所了解。其实我们以前不好要诸佛的净土，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净土，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净土所以你这个就必须要学习了。你必须从经典里面透过佛陀的开导，他所设立的这种文字相去学习了。